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你推荐一本历经千年岁月洗礼，却依然熠熠生辉的经典之作《沉思录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古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可·奥勒留，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，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。在繁忙的政务和动荡的时局中，他用文字记录下了自己对人生、宇宙、命运和自我修养的深刻思考。《沉思录》这本书的价值，不仅仅在于它是一部哲学经典，更在于它是一本关于如何过好一生的实用指南。它就像一位智慧的长者，在我们迷茫、困惑、焦虑的时候，为我们指引方向。它能帮助我们培养内心的宁静、坚韧的意志和清晰的思维，从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自我，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。你可能会问，这样一本古老的书籍，在当今这个快节奏、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美国著名投资家沃伦特·巴菲特，大家都知道他吧？他曾经说过，在他的办公室里，没有电脑，没有智能手机，只有一本书，那就是《沉思录》。巴菲特每天都会花时间阅读这本书，从马可·奥勒留的智慧中汲取力量，帮助自己在投资决策中保持冷静和理性。他曾说过，《沉思录》教会我如何应对市场的波动和人生的起伏。它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资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《沉思录》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蕴含的哲学思想，更在于它对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实际指导意义。那么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，去探索其中的奥秘吧。1. 认识你自己，自我认知的力量。《沉思录》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自我认知。马可·奥勒留认为，认识自己是人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。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自己，才能明白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自我实现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，而自我认知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。只有当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，想要什么，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，最终实现自我价值。2. 自我认知的方法。一内省，每天花一些时间独处，思考自己的行为、情绪和想法，问问自己，我今天做了什么？这些行为反映了我的哪些价值观和信念？我对自己满意吗？如果不满意，我该如何改进？2.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我们要学会接受自己的缺点和不足。马可·奥勒留在书中写道，不要为那些你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烦恼，而要满足于你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并不意味着安于现状，而是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不足，并努力改进。3. 寻求他人的反馈。有时候，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可能存在偏差，这时我们可以寻求他人的反馈，了解别人眼中的自己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要学会区分建设性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，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建议。3. 自我认知的好处。1. 帮助你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当你了解自己的价值观、兴趣和目标时，你就更有可能做出符合自己内心需求的决策。2. 增强你的自信心。当你接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并努力改进自己时，你的自信心就会逐渐增强。3. 改善你的人际关系。当你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时，你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人，从而建立更健康、更和谐的人际关系。2. 控制你的情绪，情绪管理的艺术。马可·奥勒留认为，情绪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晴雨表，它反映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被情绪所左右，就会失去理智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。因此，学会控制情绪是人生的重要课题。情绪智力 （Emotional Intelligence） 简称 EI 是指一个人识别、理解、管理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。研究表明，情绪智力高的人在工作、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往往更成功。2. 控制情绪的方法。一、识别情绪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识别自己的情绪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是愤怒、悲伤、焦虑还是其他情绪？只有当我们识别出情绪，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。2. 理解情绪的根源。情绪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，它通常是由某种事件或想法引发的。试着去分析情绪背后的原因，问问自己，是什么让我感到愤怒、悲伤、焦虑？了解情绪的根源，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。3. 运用理性思维。当我们被情绪所左右时，要学会运用理性思维来控制情绪。马可·奥勒留在书中写道，如果你被任何事物所困扰，那么让你困扰的不是那个事物，而是你对那个事物的看法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对事物的看法来改变自己的情绪。例如，当你感到愤怒时，可以尝试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理解他们的行为，从而缓解自己的愤怒情绪。是练习正念冥想。正念冥想是一种有效的情绪管理方法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培养专注力，
觉察力和接纳力，让我们更好地观察自己的情绪，不被情绪所左右。3. 控制情绪的好处。1. 改善你的心理健康。情绪管理能力越强的人，越不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困扰，患抑郁症、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风险也更低。2. 增强你的决策能力。当你能够控制情绪时，你就更有可能做出理性、客观的决策。3. 提升你的人际关系。情绪稳定的人，往往更容易与他人相处，也更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。3. 活在当下，珍惜每一个瞬间。马可·奥勒留强调，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个当下，而不是沉溺于过去或担忧未来。他写道，不要让过去的事情困扰你，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也不要让未来的事情让你焦虑，因为未来还没有到来。正念 mindfulness 是指一种专注于当下的意识状态，它要求我们以一种开放、接纳、不评判的态度去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感受，以及周围的环境。2. 活在当下的方法。一、专注于当前的任务，无论你正在做什么，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。例如，当你吃饭时，就专注于食物的味道、口感和营养价值；当你工作时，就专注于手头的任务，而不是想着下班后的安排。2. 练习正念冥想。正念冥想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活在当下的意识，每天花一些时间进行正念冥想，专注于自己的呼吸，感受空气进入和离开身体的过程。3. 避免过度思考。过度思考过去或未来，会让我们陷入焦虑和压力之中。学会放下过去，拥抱未来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要活在当下。3. 活在当下的好处。1. 提升你的幸福感。当你专注于当下时，你会更容易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，从而提升你的幸福感。2. 增强你的专注力。活在当下可以帮助你集中注意力，提高工作效率。3. 改善你的人际关系。当你与他人相处时，专注于当下，可以让你更好地倾听和理解对方，从而建立更深厚的人际关系。4. 接受命运，拥抱生活中的不确定性。马可·奥勒留认为，命运是我们无法控制的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，并努力做到最好。他写道，接受你所遇到的一切，因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心理弹性resilience是指一个人面对挫折、困难和逆境时的适应能力，它包括积极乐观的态度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、寻求社会支持的能力等。2. 接受命运的方法。1. 培养积极乐观的态度。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，要学会看到积极的一面。例如，当遇到挫折时，可以尝试将其视为一次成长的机会。2. 学会放手。对于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，要学会放手，不要试图去改变它们，例如天气、别人的行为等。3. 专注于你能控制的事情，把精力放在那些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上，例如自己的行为、态度和努力程度。4. 寻求社会支持。当我们面对困境时，不要害怕寻求他人的帮助。社会支持可以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。3. 接受命运的好处。1. 减轻你的压力和焦虑。当你学会接受命运时，你就不会因为试图控制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而感到压力和焦虑。2. 增强你的心理弹性。接受命运可以帮助你培养心理弹性，让你更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3. 提升你的幸福感。当你不再与命运抗争，而是学会与之共舞时，你会更容易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5. 践行美德。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和谐。马可·奥勒留认为，美德是人生的最高准则，是获得内心宁静与和谐的关键。他倡导我们践行以下几种美德。1. 智慧。智慧是指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力，它包括对自我的认知、对世界的理解、对人生的思考等。1. 培养批判性思维，学会质疑和反思，不盲目接受别人的观点。2. 不断学习，保持对知识的渴望，不断学习新事物，拓宽自己的视野。3. 思考人生的意义。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，并努力朝着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方向努力。2. 公正。公正是指对待他人公平、平等，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。1. 尊重他人的观点和信仰。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和信仰，即使我们不同意，也要学会尊重。2. 公平对待每一个人，无论对方的身份、地位、种族、性别等如何，都要公平对待。3. 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努力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为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贡献自己的力量。3. 勇气。勇气是指面对恐惧、困难和挑战时，不退缩、不畏惧，勇敢地面对。勇敢地面对恐惧，不要让恐惧控制你，要学会直面恐惧，并采取行动。2. 坚持自己的信念。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，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不轻易放弃。3. 勇于承担责任。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4. 节制。节制是指对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进行合理的控制，以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要被欲望所驱使，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。
2. 保持适度的生活方式，避免过度消费、过度饮食、过度娱乐等。3. 培养自律精神，制定合理的计划，并严格执行。5. 仁爱，仁爱是指对他人充满关爱、同情和善意，一关心他人的需求和感受，主动关心身边的人，倾听他们的心声，理解他们的感受。2. 乐于助人，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3. 培养同理心，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感受他人的痛苦和快乐。沉思录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它教会我们如何认识自己，控制情绪，活在当下，接受命运，以及践行美德。它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外在的物质财富，而在于内心的宁静与和谐。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，陪伴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那么，现在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，去阅读沉思录，去践行书中的智慧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阅读这本书时，你将会开启一段奇妙的旅程，一段通往内心宁静与和谐的旅程。最后，我想用马可·奥勒留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：不要让你的心灵被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所占据，而要专注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去追求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，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